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我是董進喬，向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問好，大家好，大家平安。馬上介紹這集的3位來賓，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正元，喬哥好，大家好。第二位是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以及我們的前海軍艦長呂禮詩，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歡迎3位來賓加入我們今天的討論。那今天一開始的頭條重點呢，是要持續看現在火藥味越來越濃厚的中日關係了。那正當全世界都在聚焦這一次中國總理李強還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們在 G20 上面會不會有一些破冰的互動呢？那結果是這兩個人連最基本的禮貌互動都沒有。來，我們請導播來帶一個畫面來看到這一次很明顯呢，對比之前高市他是開心迎接川普總統，兩人又是挽手下樓梯啦，又是有說有笑。這一次他跟李強呢可以說是零互動、零接觸、零眼神交流。那麼日本媒體還形容高市早苗是這個經歷了一場非常令人尷尬的一個災難性的外交那他本人是重申，不管現在跟中國的關係怎麼樣，那他希望日本的立場是沒有改變的，希望跟中國建立有建設性且穩定的雙邊關係畢竟現在這幾年非常流行去日本旅遊嘛，那中國老百姓的這些觀光財賺起來不香嗎？但是呢，現在雙方關係鬧僵了，可能中國遊客都不去了。日本的經濟也傳出了3大的崩盤警訊包括了 GDP 6個季度以來是首次的萎縮，還有通膨已經是連續43個月突破了這個日本央行的警戒線，物價狂飆啦，薪水不漲啦，還有這個日本的匯率已經低迷許久了，都讓日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難受。那當然還有債務的問題等等，種種內部隱憂都沒有解決。那麼現在又來一個中日的外交矛盾那高市鮮明的立場我們都知道，但到底為何他要在這個節骨眼上感覺不惜跟中國硬碰硬呢？我們先請教楊老師。其實日本現在整體上看起來經濟層面大家的感受真的是越來越嚴峻10月1號開始很多的物價都在調高，可是生活上基本上這幾年都感覺上沒什麼太大的變化。那因為觀光以及服務業的這個提升呢，使得街頭上觀光的這些景點其實是很熱鬧了許多。我覺得接下來這個影響會是長期的，也就是基本上日中關係、中日關係都難以止跌。關鍵一方面，高市現在人氣很旺，好幾個民調從65%、69%到最近的讀賣新聞出來72%。那當然，讀賣新聞它有一點機構效應因為它是比較保守的報紙。可是你問到對於經濟、對於各個層面的這個表現，高市的政策的滿意度如何？目前我覺得都還是停留在蜜月期。可是對於就是中日關係的這個看法，大概是在讀賣新聞是56%、25%這個跟共同社做的48%、44%就有差別。那當然就是贊成跟反對。特別他在國會講的話，以及中日的這個互動的關係，所以以現在看起來，我覺得他在民粹跟支持率上，他其實是有恃無恐。他覺得他現在已經跟過去日本曾經最輝煌的小泉內閣時代的這個民望一樣高，因此他不需要去改變任何的這政策。那另外一方面呢，當然他代表的是這30年來，他1993年從政進入政壇。到現在為止，他站在的是比較保守右翼的立場，也一直都沒有改变。其實他所參加的談話會以及相關的這些團體，對於修憲、安保3法、集體自衛權、美日安保，甚至安倍後來提出來的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都做過一些討論。而這有它的一個整體的關聯性，在法律上、在政策上，在日本要如何成為一個正常軍事大國的這種戰略論述上。所以我覺得高市講出來的話不是他突然的，是他一直有這麼堅信。也許那是在質詢當中，他自然的就講出他堅信的話。他講出來當然就不可能收回去了。一方面這個民意高民意高3個原因第一個，他抓住了美國，他抓住了川普，是日本人覺得這個是做的正確。第二個，右翼的媒體跟一些網絡的右翼不斷的在支持他，在捧他。所以大家其實反對他的聲音並不是很明顯的出來，雖然都有一些這個過去的首相還有一些政治人物，還有一些學者有講話。第3個當然也就是他發錢嘛，經濟上這就沒什麼問題了，拿錢就開心，對不對？那
不像我們這個普發1萬搞了半天，搞這個終於才出來。那出來之後，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在那邊這個表態，好像都是他們的功勞。那他不是，他主動就發2萬啊，對不對？所以呢，這個就大概是川普也現在看到他這個效果不錯，可能接下來要發個2000塊美金哈。所以現在政府這種搞民粹，然後呢劇場比較極端的民族主義式的，幾乎大概都是這個樣子。所以你說他什麼底氣？就這是在民調、右翼以及在他的就是整個這個跟美國的關係上，他這個底氣啊，還目前看起來還有一段時間。我個人認為啊。中日關係其實這個惡化很難止跌，大概在高市的任內大概不容易有太大的變化。是，好，說到日本的這個問題哦，這幾年日本的利率有多低迷，大家都很清楚，每天都是甜甜價，所以也吸引了包括大中華地區的遊客，甚至全世界的遊客，這幾年都瘋狂的去日本旅遊、購物、去消費。但現在，中國大陸不鼓勵大家去玩嘍，減少觀光團，減少你的航班，郵輪要改道，香港還取消了一些學生的活動等等，讓日本的觀光產業呢，頓時是失去了一個最大宗且穩定的海外消費群體啊，那也就是中國遊客。而且這只是中方啊，我先不買你東西，不去你家玩的輕微反制了。要知道他們對付美國的這個大絕招，我的稀土、我的原物料出口管制限制，這些都還沒有對你日本拿出來用，那你就已經先感受到經濟上的壓力了。那俗話說，少賺錢啊，比賠錢更痛苦啊。感覺現在日本就有一點這樣的感覺，所以他們在 COVID-19 之後，積極的蓋了非常多的新的飯店，非常多的這些觀光的相關設施，就是為了迎來全世界旅客嘛。那現在中國遊客不來了，那這些設施跟企業當然也會受到一些營運上的壓力。那艦長認為這波抵制潮會不會造成一些倒閉的後果？一定會的啊，因為我們之前所看到的，也就是有關於水產品的部分，可是那個只跟這個單一的一個業種，而且呢，那只有單一很小的一個範圍，可是現在已經擴大到整個方方面面了。如果我們來看說，有關於水產品的話，在2022年跟2024年的時候，我們來看2022年其實還佔了將近快要1/4。是。可是到了2024年，因為福島排放核污水的部分，我們就看到幾乎已經快要小到不予列計了，快已經消失了。那這是最大的差別的部分。那現在大概本來是說開放的，到11月已經開放了，可是現在又回到以前，是不是又要回到這個幾乎快要不予列計？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啊。但是其實中國、美國、日本跟中國大陸，他們兩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啊。來，我們來看這張啊，也就是有關於日本出口的最大宗的第2國，其實就是中國大陸。對，而且它佔的比率是到了17.6%。那如果說有關於進口的部分，中國大陸是第1名，最大的，那也就是它佔的是22.55%。那我們剛剛提到了這麼多的一個例如說，無論是遊覽車，無論是飯店，或者是餐飲業這一些部分，其實都是比較容易進入的一個產業啊。那現在如果說中國大陸全面抵制的話，那其實它的這個產值看起來可能影響的層面並不高，可是影響的人數就會很多，非常廣。對，那如果影響的人數多，也就是開始動搖了自民黨的未來的那個長期執政的一個體制啊。那而且最大的問題是啊，中國大陸的觀光客不去日本的話，誰能夠做個替代？哪一個國家能做替代？而且我們剛剛已經舉了那個業種這麼多啊，我們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我們只講到了有關於遊覽車的部分，遊覽車的後面呢，它的油料的部分，還有它的保養的部分，所以各方方面面全部都會受到影響。另外還有藥妝的部分，真的。所以我們看到這麼多，現在只是開始，其實中國大陸只是敲打一下而已，真正的狠招還沒出手。真的，我每次去表參道或是銀座，真的是手上提的精品袋的呢，基本上都是說中文的遊客了。好，我們再來看到。說出去的話就跟潑出去的水一樣，很難收回來。所以高市這一次台灣有事論呢，就讓日本的資深評論員這個田崎史郎他就說，如果高市撤回他的發言的話，那就意味着這個高市政權已經終結了。
但另一方面，日本的經濟學者田代秀敏則警告，如果高市要這樣子堅持自己的立場不回頭，那將一起陪葬的可能是日本的全盤經濟啊。那前首相石破茂也開炮，認為台灣有事論，這是日本很多政治人物都曾經討論過的東西，但是你不能公開放到公開台面上場合來講。好，所以面對眼下這個日本面臨着政治跟經濟的兩難抉擇，高市他現在是要堅持自己的論述、自己的立場跟政權，不惜讓日本的經濟一起陪葬下去，還是說懸崖勒馬來認個錯，向中國求和？哎，大家還是回來玩吧，多吃多買，錢照賺，酒照喝，大家還是好朋友。蔡委員，你認為怎麼樣才是一個最佳的解？我判斷是既不會化解，也不會有經濟陪葬，更沒有低頭求和。這是一個中日雙方最關鍵的戰略利益的較勁，也是高市早苗講的不是一個話，他只是把一個日本的核心的政治狀態，像冰山一樣浮出水面而已。所以剛才楊教授我特別提到，他有70%的民意支持，我為什麼要退？你要知道，在這種西方式的選舉政治底下，我有民意，我就有選票。那其他的，如果政治壓力、經濟壓力，甚至軍事壓力沒有辦法使我的民意退潮，那我寧可選民力救民力。你說他民粹也好，你說他一時也好，等到退了再說。但我個人的觀察，這一波日本的右傾的風氣，並不是從高市早苗開始，而已經吹了很久了。就以2021年來講，日本自衛隊已經規劃在台海周邊從事軍事活動。解放軍知不知道？知道。從2023年啊，當時的台灣的軍隊、美國的軍隊跟日本的軍隊已經做聯合指揮作戰的兵推，這什麼意思？就是大家都在準備。那中國大陸知不知道？當然知道。也就是說，只是把一個本來大家都不想掀開的鍋蓋，高市早苗可能是不小心的，可能是刻意的，可能想要做一個壓力測試。這樣丟出來，端上台桌了。端上台桌，所以中日之間的核心利益已經進入一個淺水區，還沒到深水區，相互給的壓力測試。這個壓力測試會不會使得日本的經濟崩盤？我認為不會，因為日本的經濟並不是建築在觀光業上面，所以觀光業也許產生很多失業啦，產生很多退潮啦，表參道啊，或者等等啊，會很多購物人潮會衰退。但是這不是日本經濟的主軸，日本經濟害怕的是它的汽車賣不到美國去，這個還比較實際一點。所以整體來講，他在接受日本經濟的測試，一樣的道理，中國大陸也在經歷一個跟日本脫鈎斷鏈的經濟測試啊，所以雙方面的壓力測試已經開始了。再來政治上了，中國大陸一連串的行動，不管是在國際法上，在國內行動上面，在這個所謂方方面面的軍事準備方面，中國大陸也在給日本壓力測試，相對的也給自己壓力測試。但是不管如何，高市早苗作為一個選舉的政治人物，一定是以保住自己的政權為優先。日本經濟以後再說，日本政治以後再說，外交更不是問題，這個不會是政治有考慮的重點。所以他現在因為他的民調已經高漲到了一個非常高，以及不太可能再高的階段，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為什麼現象呢？他當然不會逢高殺出嘛，所以他現在就裝乖、裝無辜、裝沒事，然後看你中國大陸怎麼辦。而中國大陸自己也要負起相當的責任，就是他把日本右派的起來沒特別的注意。為什麼沒特別注意呢？我來舉3個例子就好。2024年9月25號，日本自衛隊的驅逐艦叫沙扎納米通過台灣海峽第一次，解放軍沒吭聲。2025年2月4號，日本驅逐艦 Akizuki 通過台灣海峽，中國大陸裝作沒看到。今年2025年6月12號，日本驅逐艦 Takanami 也通過台灣海峽。那日本的驅逐艦通過台灣海峽，跟其他國家政治有沒有不同？你現在就看出不同了。所以中國急着要去引用聯合國憲章裡面的所謂敵國條款。對，為什麼？亡羊補牢。所以前段時間輕忽了日本右派勢力的崛起，縱容日本的軍艦可以打着
這個自由航行的口號通過台灣海峽，這本身沒有把它解讀成右派勢力對中國的挑釁，以及對台海戰爭的準備，而把它解釋成跟美軍跟其他艦隊一樣，那就一個很大的失誤。所以中國大陸也要面對自己的壓力測試。未来如果有日本軍艦再通過台灣海峡，你是不是還是一如既往？是，没錯。這個聯合國憲章的討論，我們待會也會跟觀眾朋友展開並做解釋哦。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那如果說現在中日外交還是旅遊還是經濟的問題呢，大家還可以打一些裝傻，打一些模糊仗哈，戰略模糊的施展空間。但是在軍事方面的叫板叫聲呢，就會更硬更直接了。我們來看到中共解放軍哦，旗下的賬號中國軍號已經連續1周啊，他們在社群媒體 X 上面哦，發布了許多的軍事備戰的相關影片。我們請導播來帶大家看。這些影片裡面呢，哇，又是很多這種雄赳赳、氣昂昂，然後非常壯大、壯盛軍容、耀武揚威的感覺哈，還暗示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哦。那這個東風大家都知道，可不是打麻將等胡牌哦，是實打實的超音速導彈。那麼中國外長王毅呢，他也是很了解日本事務的外交高層，他都警告了日本領導人講了不該講的話啊，逾越了這個不該逾越的紅線，並提出了3個絕不允許。所以楊老師，你認為，如果中國2025年已經面對到美國這麼多方方面面，從這個科技、貿易、政治所有的刁難與挑戰之後，如果他現在再貿然開另外一條戰線，跟日本死磕到底的話，這樣做划不划算？我認為中國大陸現在了解哈，進入到21世紀，中國要發展、要崛起、要建立起中國夢、民族復興。你第一個要處理中美關係這2個大國之間的關係，第二個呢，他要處理台灣問題，而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重要的環節。他過去正如蔡委員所提醒我們的，他覺得可能日本大概舉無輕重，可以跳過了，結果沒有想到高市的這番談話，使得日本的右翼整個浮現台面，而不是點的浮現。它是整個面的浮現，所以他現在在戰略上應該了解到，他必須要也同時處理日本。從北京的角度，高市的談話有3個層面哈。為什麼他這麼重視？第一個，台灣問題；第二個，歷史問題；第三，安全環境問題。3個都一樣重要。台灣問題牽扯到的就是說，因為高市的發言，可能是暗示的有武力介入的空間，所以當然，這種曾經侵略中國、殖民台灣50年的，現在又要武力介入，那這個當然台灣問題很敏感。那這裡面也牽扯到就是歷史問題。高市所代表的30年來，他對於戰爭、靖國神社、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的這些質疑甚至否認，就代表的整個。其實日本的右翼今天這不是死灰復燃吶，它根本是完全的浮現出來，所以他認為歷史問題也是中日關係現在一大的關鍵。那第3個安全環境，這個可能更嚴重，也就是日本現在已經浮現變成在第一島鏈上，從菲律賓到台灣到日本都作為美國的代理人，甚至日本自我標榜成為副警長，而就會介入到這個島鏈上其他的地區，像是台灣問題，他之前。去年這1-2年，其實也在菲律賓上面也使力很多，軍事准入條約啊，出售一些軍艦，就是海警船給菲律賓，所以這些作為，其實現在大陸應該了解到哈，從3個層面，台灣問題、歷史問題，以及也就是這個所謂的安全環境，所以他現在才會那麼全面性的。我們不要只是看這個一句話，這個反應好像變成一個外交上的衝突而已，沒有那麼單純。我覺得這個事情會是一個全面性、戰略性的這種反應作為。一句話背後其實蘊藏着非常多中日之間還有整個區域已經埋藏許久的隱憂啊，在這一句話引燃了所有的這個引爆點。好，那如果我們假設一個情境，
中日的關係現在持續往最極端的方向發展，我們不樂見。但是如果真的走到了不得不動武的階段的話，那現在中方開始引用了聯合國憲章第53條，剛才蔡委員有提到，就是前敵國再次實施侵略呢，中法蘇英美有權直接實施軍事行動，那無需安理會的授權這個條款啊。中方認定的侵略呢，當然包含了介入台灣問題。但是日本的外務省則反擊，強調這些都是老掉牙的東西，早就過時了，並且1995年進行了大會表決時，你中國大陸也是同意的啊。結果雙方現在把這個考古文又拿出來重新做解釋。我們這邊請蔡委員深入淺出啊，這樣幫觀眾朋友上個歷史課。這個敵國條款放到現在2025年的今天還有沒有效力？還是有效的，還是有效的。原因在哪裡？原因在聯合國憲章的位階比聯合国大會的決議更高。換句話說，你聯合國的決議沒有辦法推翻聯合國憲章，即使說我在決議的時候舉手同意，但是我仍然可以引用比決議更高的憲章來處理這個問題。就像說，在立法院通過一個法案，即使我這個黨團贊成的，但是如果我要引用憲法的權利來推翻我原先主張的內容，可不可以？可以，因為憲法的位階高於你決議跟法律的位階。我們來看一看。聯合國憲章是有2個跟敵國條款有關係的，就是107條跟第53條第1款。第107條怎麼說呢？就是聯合國憲章不會禁止2次大戰中這個牽制國的敵國因為該戰爭而延伸的執行的行動。也就是說，你是我的敵國，那你割讓台灣給我，我割讓台灣給，現在還來給我。就你要介入我這個取得台灣的權利，所以我可以不受聯合國憲章的約束，直截了當的跟你發起作戰。當然只限於跟第2次世界大戰有關係的項目，偏偏台灣剛好就第2次世界大戰有關係。你不能說我跟你日本去打北海方四島啊，你不能夠說我跟你日本去什麼八重山啊什麼東西去打仗，那個除非跟台灣問題有關。所以台灣問題碰巧剛好就是該次戰爭而採取執行的行動，那你自己要把頭伸過來啊！哦，這是第107條這樣規定。所以很多人說啊，那個已經決議無效了，誰跟你說無效？碰巧台灣問題就是2次大戰留下來的問題是啊，那你不能說為了日本其他問題跟他打仗，要聯合國安理會同意，要不然你違背聯合國憲章。那第53條是怎麼講呢？就如果你有剛才我講的107條的情形，你不需要聯合國安理會的同意授权啊，你不需要授权哈。然後，反正你如果把它定位為說你介入台灣問題是對中國的一個侵略，然後你對此等國家的再次侵略能擔負防止責任，就是我中國的責任就是我要防止你再次侵略。那中国可不可以把台灣問題解釋為日本介入時候的再次侵略？剛剛好又可以，反而美國不行，而日本絕對是可以。所以日本不要輕忽這個敵國條款的法律作用，好像說中國已經解除日本是敵國身份的時候，這個條文就不在。對不起，這條文從來沒被修正過。那我中國隨時可以不接受決議，我可以否決決議。為什麼？因為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是沒有約束權，除非是聯合國的內部事務。2758號決議案剛好又是內部事務，因為我要決定誰是會員，誰不是會員，是我聯合國內部，跟別人無關。但聯合國大會沒有辦法去決定，加沙走廊要不要和平，只有安理會可以。所以它的運作是這樣的運作。那我們只能說，中國提到聯合國的敵國條款，剛剛好在法律戰上面已經立於不敗之地。好，現在手上有一張牌了哈，那就看雙方是不是撈更多的牌，累積到一定的籌碼之後呢，就要來做一個拼牌的較量。好，中日的外交隔空交火，然後還有剛才翻出這些歷史的條款來做解釋，當然在軍事動作上面也是不少。中方就發出了航行的警告，從11月23號到12月7號，連續2周啊，要在渤海地區進行實彈射擊，衝着誰來不言而喻。日本方面，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也在日前呢去到了冲繩的自衛隊基地去視察，還順道訪問了宮古島、石垣島、與那國島等等。他也宣布要加速在與那國島的飛彈基地部署跟地下掩體。好，如果雙方真的擦槍走火了，
日本知名的生物學者早稻田大學的名誉教授，這位池田教授他直言跟中國開戰的話，日本是必敗無疑的。那前首相石破茂也批評高市早苗，真正該討論的應該不是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而是要如何避免台灣有事啊。好，我們就從雙方隔着一條東海，海上的戰力也是呂警長最擅長的一個領域，海軍配置來分析。如果中日真的開打，僅憑日本自己絕對是不夠看的，但是如果加上美國，加上第一島鏈撐腰的話，解放軍最忌憚的會是什麼？其實我們剛剛講到啊，如果只算第一島鏈的話，那第一島鏈其實只有日本。那我們真的覺得韓國會抽調他的兵力支援日本嗎？大家想一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韓國受到的待遇是什麼？它內部的問題都無法解決。那對於台灣來講，台灣也在第一島鏈上。台灣真的膽敢抽調任何的海軍去支援日本嗎？而且日本需要嗎？那等一會兒我們來講這個問題啊，也就是我們不斷的看到，中國大陸其實在這種無論是渤海或者是黃海的軍演，但是其實這些都是例行性的，跟日本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看到21號他所發布最新的遼航警495的話，其實它只是在大連跟旅順的附近，那甚至呢都還沒有進入黃海啊。那也就是說，這一個區域經常發布這樣的一個軍事任務。為什麼？因為其實大連它有任何的，例如說055萬噸驅逐艦，它可能要進行海試的話，它會用這一塊。而且旅順呢，它最近有非常多新的裝備也是如此。可是今天我們又看到了另外一個，就是劉公島這個地方也會進行實彈射擊。可是這個實彈射擊呢，它的距離非常的短，它只有它的半徑1海里。那半徑1海里，直徑2海里，也就是算出來也不過就是3.7公里而已。在劉公島這個地方，也跟實際上不要講說跟北韓、南韓、跟日本更是沒關係。但是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剛剛主持人特別問了有關於美國的態度是什麼？我們看到啊，這是日本的一個智庫，四川平和財團，他之前提出的一個群島防禦的一個概念。那他這個是2017年提出來的，提出來的時候，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美軍的角色，也就是日本，他要負責第一島鏈的防務。那接下來美軍的無論是隱形戰機或者是航空母艦打擊群，都會從第二島鏈來馳援。可是我們看到2023年，同樣的一個智庫，它又提出了2.0，它有新的更新。它更新了之後呢，我們看到了什麼？它将这個各型飛彈的射程呢，都進行了調整，因為日本還是獲得了很多的新裝備，無論是自制或者是外購。那但是我們在這上面有看到美軍的角色了嗎？沒有了。意思也就是我們講到的有關於美國是不是會來馳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那有關於與那國的問題是這樣啊，與那國其實它上面已經不是荒島一片了，它現在蓋了非常多的一個雷達站哦。那在這個雷達上面，我們來可以看到，它就是24小時1年365天全時開啟的，所以它有這麼多雷達，也就是今天開 A， 明天開 B， 然後但是我要全盤的能夠掌握那個與那國北邊以及跟台灣之間的一個所有的一個船只的動態啊。那我們看到了這麼多，其實我們剛剛還看到了這一張哦，這2張照片，也就是我們看到了美國美國的陸戰隊啊，它搭乘了 CH-53超級種馬的這種直升機，直接落在與那國上面。它其實這張照片，其實它是提供由與那國提供它熱加油，也就是它實際上它沒有停機，還在加油。那另外呢，我們看到它就是人員的整補的部分啊。所以其實美國也不斷的在加強整個日本西南諸島的一個防務，但是有用嗎？沒有用，因為美國不會來的。不会来。好，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回到節目呢，還有更多美中之間的晶片話題，以及俄烏的和平提案呢，現在有許多的討論，我們待會會帶你來看。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正
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再回到節目現場，我們繼續來討論。現在美中持續在做高科技的晶片博弈哦。那這個情勢要出現重大逆轉的訊號了嗎？怎麼說？正當全世界都以為美國要持續掐住中國發展 AI 這個高端晶片咽喉之際呢，彭博社他們有一個勁爆的消息哦，說現在川普政府正在討論，我們要不要開放 H200的晶片呢？重新再賣到這個中國市場。那之前哦，白宮明明才大張旗鼓的把像 H100、H200還有 Blackwell 這一些全部都要進入到這個管制名單、禁售清單，結果現在 H200不是一個低階的東西呢，現在又考慮要退一步賣給中國了，而且美國內部甚至有消息指稱呢，這竟然是一個折中方案，因為他們不敢賣 Blackwell， 怕輝達的營收崩塌啦，整個拖累美股，這是川普最不想看到的，因為美股就是他的底氣。然後還有怕擋不住中國這個國產晶片加速研發一路狂飆的生態，所以我賣200給你是一個折中方案。那當然呢，這個一下賣一下不賣都是你美國在說的玩法，中國當然也不樂意嘛，所以他們現在也是呢，政令來促使自己要加速研發自己的產品，包括華為這邊重磅消息，未來3年要推出4款的新產品，甚至這個昇騰950的 PR 在明年的第1季要上市，它的目標呢，甚至是對標輝達的 H100哦。所以雖然沒有到 H200那麼厲害，但是100也可以讓現在中國自主的算力呢有一個基礎的保障。好，那也是希望能夠早日擺脫像輝達啦、AMD 這些產品的一個系統性的脫鈎，達到系統性脫美這樣的一個自主權。好，川普為何現在不斷改變，又忽然要賣你 H200了？此時此刻正在實施 AI 自主化的中國，會買這個賬嗎？還是我就等到明年 Q1 看這個好不好用？好用的話，我就不要買你的。楊老師怎麼看？買還是會買了，但是華為的突破以及舉國體制政策上的扶植的加快速度是不會停的，而且可能會更加速。但我講的買可能是民間的買，政府就是北京這邊看它會不會延續當初對 H20的質疑，那對 H200那是不是同樣的態度 ？H200我看在 NVIDIA 的官方網站上面，它是 H100的容量的2倍，所以它叫 H200。那當然一個說法就是在釜山會議之後呢，川普就了解了。他不可以再做川建國了，那基本上其實還是要顧及到美國企業的利益，以及呢，還是這個市場，大陸的市場還是很重要，是美國的收益以及未來研發的這個最重要的一個收益來源。所以呢，黃仁勳跟白宮裡面的 AI 沙皇叫 David Sacks， 在這個議題上就十分支持，不只是個議題上支持了。之前另外一個案件就是在美國的國防授權法裡面，是不是要放一個法案叫 GAIN AI 哦？它這個名稱是挑第一個字母，其實就是指保護美國基礎建設效率及國安的法案。那他就說，如果硬體的公司像 NVIDIA 要賣的話，先賣給美國的企業，有美的企業哦，然後其他國家，那然後呢才可以賣給中国。那當然，我们看到像 Amazon 或者是這個 Microsoft 就歡迎這樣的做法，可是 NVIDIA 是全力反對啊。那這個反對當然一方面是黃仁勳的這個企業現在是美國一樣嘛。我們台灣的護國神山如果是台積電的，美國現在護國神山就是 NVIDIA 了。那全世界第一個市值超過5兆美元的哈，所以呢，它的這個大陸的這個現在在9月10月的時候，它的市占率一下掉了6%，掉了63%，只剩下30億美元。過去曾經是占95%的，所以這一陣子 NVIDIA 黃仁勳不斷地喊零就是零就是零，就是已經掉到快零快沒有了，他非常的悲觀哦。雖然他的獲益還是不錯，因為他從沙烏地阿拉伯、阿聯酋裡面獲得了很多的市場，可是呢，這就是也許在國安跟市場之間的一個折衝。那第二個就是，我覺得其實是也有一點晶片換稀土，也就是說，了解到中國大陸這個稀土的方案其實還沒有100%的明確。是不是真的延後1年，以及整個審查的過程當中，是不是會有怎麼拖延？因此呢，他在這個 H200上面也採取一個，就是說某種程度的這個妥協，又顧的 NVIDIA， 又顧的稀土，然後呢又顧的中美關係，大概是這個角度吧。至於大陸這邊買不買，
有東西賣，我們為什麼不買呢？買來再看看差距在多少哈。那我想接着問委員，之前我記得您上節目的时候有提过哈，就是中美的晶片仅差一步之遙的說法。所以說，如果现在美國一直在放話說，賣給你中國 H200晶片這樣的風聲，一方面是不是在打心理戰？還有中國自主研發的這個昇騰950P啊，很快明年過完聖誕節，其實馬上就要上市了。那如果它真的是可以成為 H20甚至是對標 H100一個不錯的替代品的話，那還有必要一直受限於美國一下賣一下不賣的這樣的一個做事嗎？其實科技戰也好，心理戰也好，背後都是財務戰啊。這個賺不賺錢才是硬道理啊。其他的都是台面上的話而已啊。2022年我講過，中國的晶片產業可以花5年的時間趕上美國，那5年嘛，就是2027年，所以我們的靜靜待還有2年的時間。2年，這2年時間是中國大陸考驗自己，但我認為它能夠做得到。除了說成熟晶片都更不用講了，我們就講 AI 晶片。AI 晶片，它現在的華為、昇騰啊，是全力在趕工。那能不能追上 H100？我認為這不是問題啊。它現在基本上，已經準備了如何跟 H200來對標了。那只是生產的關係，先推出 H100。因為科技產業通常這樣，我投了多少研發費用，到什麼程度，我先要回收，等到下一階段啊，我再推新的。可它研發一定超前進度，然後每一段時間把這個我剛才講財務原因，把投下去的研發費用收回來。那中國大陸如果不買 H100，不買 H200，或者買的少的話，對輝達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財務壓力。因為當它越發展到 Blackwell 或者明年要出現 Rubin， 會有個現象，就是越高端越貴，越貴買的越少，到最後剩下大概中國、美國會買。我舉一個例子，那個ASML 哈，那個 ASM 荷蘭的光刻機就是這個現象啊，它現在已經造到了頂端的這個所謂的 EUV， 已經到了一架4億美元。對不起，誰買？台積電買一架，沒了。為什麼？你不讓中國買，那你叫日本買嗎？日本還在初級階段，全世界沒有人會買這麼貴的。可是你投下去研發這個4億美元一架的光刻機，請問你花了幾百億的研發費用下去，你不能回收的話，就會在今年不斷的產生債務的累積，這個就是現實啊。所以如果輝達出現了營收減少，而且投下去的費用那麼高，獲利稍微沒有像以前那麼理想，那當然會拖累美國的股市。美國的股市一拖累的話，那是變成是會擴散出去，所有人財務受損，就會影響到消費，因為股票投資者賠錢；影響到投資，因為公司沒辦法發行新股。所以這一連串帶動出來的影響，會跟台灣一樣。所以說，台灣如果台積電離開了台灣之後，台灣的經濟會開始往下走啊，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啊。那一樣的，如果 NVIDIA 找不到新的大客戶，我講大客戶哦，你 Blackwell 現在已經賣得不太好啊。只有沙特阿拉伯在買，還有美國自己幾家在買而已啊。那如果 Rubin 出來，效能很高，力道很強，但是太貴了，不能回收，那就對不起啊，您就要停擺，不能回收。你每一個，不然我也不知道投了多少錢下去研發 ，Rubin 不知道投了多少錢下去研發測試、試產，都花很多錢，那只要不能回收，它的成長動力就停止了。所以中國大陸的市场能不能打開，關係着輝達的成長動力，也關係着美國股市的成長性。那川普不在乎輝達，也不在乎中國，甚至也不在乎美國自己，但他在乎美國的股市，因為他的好朋友全部在股票市場上。真的，是的，是的。好，確實哦，這個中國市場對於輝達、對於黃仁勳執行長很重要，也難怪前段時間他訪問都是穿着唐裝跟大家這樣說中文。我們繼續觀察，還有中國這個成熟製程已經夠強了，但現在就是要在先進製程急起直追嘛。一個市調機構集邦科技就發了一個驚人的預估，認為2023年中國將掌握全球半數的成熟製程哦。那他們到時會有全球超過50%的成熟製程產能，然後還有全球12寸晶圓代工的產能，年複合成長呢，全世界只有10%，但是中國是翻倍20%。以及今年6月，武漢的碳化矽大廠投產年產36萬片，來提供現在這個100萬輛的中國電動車蓬勃的需求。
所以成熟製程大家經常誤會，以為它是落後製程，但其實它不是啊，它反而是跟這些民間汽車、工控、電力、通訊、老百姓息息相關這些剛需的產品啊，很重要。但一旦中國掌握了全球半數的成熟製程之後，我們說這個半導體的市場有沒有機會重新洗牌，然後成為中國第2個繼稀土之後呢，成熟製程也可以作為一個戰略的王牌？艦長怎麼看？已經是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我們回頭看一下股價在2022年9月的時候呢，其實我們來看我們台灣成熟製程的這些晶圓大廠全部都掉價，為什麼？因為中國大陸開始整個成熟製程大出台，然後接下來它就開始，只要中國大陸它進入了量產，任何一個產業它進入了量產，它就開始進入白菜價。它一進入白菜價的時候，對不起，無與人能比。也就是像剛剛講到電動車就是如此，被捲爆。对，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那也就是說，為什麼台灣的那個晶圓廠，也就是成熟製程的晶圓廠，全部通通都在掉價，因為中國大陸在砍價。那這也就是我們看到的。另外，我們再回想一下，大概在1-2個月之前的安氏半導體。我們講到安氏半導體的話，那你荷蘭的廠，你為什麼不在荷蘭自己做？你為什麼封裝測試以及部分製程要在中國大陸做？因為中國大陸做其實物美價廉，然後你才能夠賺取更多的廠商利益這個部分呢，所以你才願意到中國大陸來投產，不然你為什麼不自己在荷蘭產呢？這個也就是最大的問題。但是其實安氏半導體的部分呢，如果問到這個它的文泰科技的母公司的話，他說這個問題還沒有完全的解決啊，也就是荷蘭暫停了這個行政命令呢，但是這一家公司的控制權到目前為止依然未解。所以我們這樣講啊，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2025中國製造，所以我就說就不用等到2030年，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可是2030年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我們將會看到的是中國標準，那也就是我們現在談到的，有關於先進製程，我們平常可以用到什麼？我們平常用到的最多就是手機而已，其他的通通都是軍事或者是 AI 在使用，我們根本用不到。可是我們天天的，哪怕你開了冰箱，或者是開電視，用這個洗衣機，全部通通都是成熟製程的。那其實中國大陸掌握了每個人的生活，那它也就是說，會讓全世界重新洗牌一次。那剛剛其實按照那個鄭源老師的說法，也就是高端的都那個未來都會被美國掌握，因為台積電要到美國去了嘛。那但是呢，我們台灣又在成熟製程這一片又競爭不過中國大陸，那我們還剩什麼？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再回到環球大戰線的節目現場。節目的最後一趴呢，我們來討論就是俄烏的和平提案哦，能否走向落幕？現在一個很關鍵，由美國提出的28點和平提案，現在浮出台面了。但這究竟是苦口良藥，或者是糖衣炮彈？我們繼續跟3位專家來探討。首先，關於這份提案哦，我們這個時間有限，我沒有辦法從第1條講到28條告訴大家。但是幾個關鍵核心呢，大家要知道，包括了烏克蘭你要割地。面積呢是相當於台北市加新北市，我們說雙北啊。現在這個台灣人口居住最多，然後也是最發展的一個地方。第二，要限武，就是呢，不管是你的軍事力量、武裝人員，包括烏克蘭設定的這個美方是美方設定的60萬人，還是歐洲希望的80萬人，總之就是大概這樣的數量。那其次呢，就是最關鍵的北約這個組織還是沒有辦法讓你烏克蘭加入了。所以呢，想當然爾，這份提案是非常具有爭議性的。那雖然美國總統川普說這不是最終版本，大家可以就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再來小修小改，再來彼此討論一下，這樣的談判是川普最喜歡做的事情。但是，一些國際觀點認為與其說這份提案是幫烏克蘭解決困境，還不如說是送給俄羅斯的許願清單。大家知道聖誕節快到了嘛？裡面非常多，大家覺得說為什麼對俄羅斯讓步這麼多啊？
那實在是令烏方難以嚥下。那川普卻不太滿意，他認為說，我都已經幫你到這個份上了，感覺現在基輔跟澤倫斯基是有點不知感恩的但真的是這樣嗎？想問一下蔡委員，如果這一簽下去，澤倫斯基總統是不是喪國陸權這個標籤就變成他的歷史定位了？澤倫斯基已經不重要了，他什麼角色也不重要，有沒有上權，有沒有魯國，一點重要性都沒有了，因為他現在已經是一個破產公司的 CEO， 準備被掃地出門了，你還有什麼意義呢？我跟各位講，這28點和平協議啊，其實就是一個樣本，什麼樣本？破產公司不良資產處理協議。第一個，有3個塊土地，已經被法拍了頓內斯克、盧甘斯克、克里米亞已經法拍啦，權利已經被拿走啦，一進入法拍程序，權利就沒有啦。好，那其他的還有2個，赫爾松、第聶伯羅或者一部分扎波羅熱，這正準備進入法拍程序啊。那為什麼？因為你破產了。那再來，破產了以後要限制員工人數啊，所以你怎麼可以有60萬人？對不對？啊，那你破產公司，你還有什麼經營公司的權利嗎？那當然，出來執行這個破產公司的是債權人，是誰？美國債權人。美國呢，要把你的裡面剩下的產值齊了以後，看能不能拿一點回去補償他的債權損失，建立停損點。可是歐洲不是債權人。歐洲是股東，公司破產了，你繼續注資不多，1000億美元，這什麼意思？歐洲你股東啊，你股權賠光，你還講什麼東西？你就拿錢出來，我是債權人，我要撈本回去，合不合理？合理。為什麼？這個就是很標準的不良資產處理協議。至於你說啊，你這個 CEO 澤倫斯基，100天內請你滾蛋，你現在是清算人、看守人，愛不愛隨你便哦。那你說批評這個什麼什麼烏克蘭割地，你地是我川普割的嗎？早已經進入法拍程序了，你還在講什麼割不割地啊？那你說哎呀，都單方面是俄羅斯說啊，那好，我繼續打啊。就在這個案子出來之前，這個美國的陸軍部長啊，好像叫什麼 Daniel Draco， 他上了一個報告給澤倫斯基。給那個川普說，現在烏克蘭2個月以後只有2種結果，要麼你有秩序投降，要麼你全面崩潰。什麼意思？有秩序投降就是重整完成破產程序。什麼叫崩潰？啪嚓，由這個債權人隨便挖，2種情形隨便搬啊，這2種情形而已啊。這個是不是符合事實？是的。你現在烏克蘭只有秩序投降跟全面崩潰，你潰敗，你已經沒有選擇了。是，那你為什麼把公司經營成這樣子？問你這個偉大的 CEO 啊，然後更覺得這個跟以前的投降或者和平協議都不一樣。和平協議開頭都會講說，我們基於安全啊，基於人權啊，基於什麼，講了一大堆有沒有啊？然後我們達成什麼樣的協議啊，等等等等啊，這沒有，一開始就直接就這不良資產怎麼處理，這一塊你的。這一塊我的，俄羅斯你那3000億，1000億拿出來給烏西重建，然後股東歐洲再來1000億，然後剩下2000億，俄羅斯要重整要重建烏東，那這個錢還有我美國要分一半，就這麼簡單。為什麼？我重整人啦，我重整人，我要把我的投下去的錢給撈一部分回來啊！當然不可能完全撈回來，他講的是礦產都是騙人的了哈。但是不管如何，你這互相吵來吵去，憑良心講，就有個破產公司，澤倫斯基毫無選擇的空間。是，哇，蔡委員用這個破產清算程序啊，來描述現在俄烏的處境，還有烏克蘭跟澤倫斯基能夠處理的方式，非常的生動。剛剛提到，感覺是非常被動，只能掏錢出來這些股東的歐洲國家，他們當然聽到這28點也是一懵啊！感覺我現在話語權越來越低啊，除了繼續往裡面投錢跟軍援的價值之外，我好像真的不能說什麼話了。所以這份提案呢，這個法國、英國跟德國第一時間是拒絕了部分的要素，並且提出了改版。他們認為呢，這個原始提案給俄羅斯太多好處了。好，烏克蘭要被限制軍力，俄羅斯卻受到不對等的對峙啊！戰鬥民族如果持續的往東擴呢，那我北約的這個心腹大患一直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治本的保障。所以楊老師，你怎麼解讀現在歐盟的作為？還有他們要求，美國你不讓烏克蘭加入北約，但我們做一個類似
北約第5條款的安全保障，来形成這個共同防禦命運共同體的這個可行性，真的有嗎？法律上我覺得不可能。法律上目前的28點裡面其實是有談到，如果俄羅斯攻打烏克蘭，將會遭受到其他所有相關各國協調的軍事反應，也就是說各國會採取軍事的反擊，但這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承諾，而且我也不了解這個協調的軍事反應是什麼意思哈，所以很模糊。蔡委員剛才用這種不良債權的處理，我覺得這個很現代性，蠻有趣味理解的。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因為對歐洲人呢，他們真的就是回到過去，整個19世紀那種國界領土的更改，不就是一個一個都是這樣子的案例嗎？從梅特涅到俾斯麥到一次大戰，從波蘭被瓜分，德國喪失領土，然後呢，整個烏克蘭。一直都是整個東歐到中歐就是這樣子不斷的往往返返，每一個條約、每一個領土的重建，大概都類似，跑不掉的，因為你輸了就是輸了，被佔領了。現在這是這個28年裡面有3個大重點：第一個領土，第二個安全，第三個債務跟削減制裁啊，以及相關的這個投資問題。領土的問題，你這邊講用台北加新北，他們在歐洲不知道台北跟新北加的是多少？盧森堡，然後盧森堡就是盧森堡。對，因為其實頓內刺克沒有完全被俄軍占領，他要整體的頓內刺克，但是他也放了一些出來，所以整個加減之後大概2500平方公里，所以領土。但問題是整個烏東大概烏克蘭的1/2。尤其這裡面是富藏了煤礦、稀土、工業基礎都在這邊，所以領土代表了很多的意涵。那當然這也是烏東俄羅斯裔、俄羅斯語主要集中的地區。那第二個就是安全，這裡面尤其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安全的問題。你只能有60萬，不過現在《紐約時報》說，目前烏克蘭的軍隊只剩80萬，60萬 OK， 你不可以加入北約。北約也要明確拒絕烏克蘭加入。還記得2008年北約的高峰會邀請烏克蘭加入嗎？我就要問了，說好的烏克蘭有事，北約有事呢？從過去一直以來將近20年，美國跟北約不斷地鼓動烏克蘭做我的代理人，我讓你加入歐盟，我讓你加入北約，我保障你安全。就烏克蘭被打雞血一樣。把自己合法的總統亞努科維奇給拉下來，搞得國家四分五裂，發生戰爭。最後呢，他是給你很多的經濟軍事援助，但是你怎麼在戰場上傳統武力打得過俄羅斯呢？結果現在被佔領了，你面臨到再一次19世紀領土喪失的這樣一個重演，跑不掉的了。只不過是細微的調整，只不過是時間的調整。至於說你還想要類似北約第5條的安全保障，白宮就會說，那你們去跟他第5條啊，美國這邊不會跟他第5條嘞。那歐洲這邊做得到嗎？當然做不到了。所以這也是一個死局哈。那經濟學人呢，同樣跟楊老師一樣，不看好這份和平計劃，並且他們是用尖銳的語氣示警，說這28個提案一旦落地的話，可能會造成烏克蘭更加的脆弱，歐洲的更加分裂，美國也不安全。那麼當中唯一的獲利者就是俄羅斯了。普利茲新聞獎的得獎作者弗里曼，他甚至形容這簡直就是現代版的慕尼黑協定啊。那如果這份方案真的落地，未來的5年到10年，我都不知道觀眾朋友要怎麼想象這個歐洲版圖可能会變成什麼樣子，國跟國的那個邊界可能要改變了，世界地圖要改。好，那攻打烏克蘭事件之後，普丁如果真的這麼輕鬆就下台，然後致謝下台一鞠躬，然後獲得這麼多好處，是不是給了他一張合法化的侵略通行證？見到你的看法？我們來講到說這個弗里曼講的這個有關於慕尼黑協定的部分啊，其實就是1938年所有的列強通通同意了德國兼併這個蘇台德地的這個部分啊。那但是現在呢，好像是英國、法國以及德國突然有了那個他的正義感，說要幫這個烏克蘭出頭啊，但是可能嗎？那個他能提供烏克蘭什麼呢？
你當初德國說好的金牛座巡弋飛彈呢？你先給嘛。那但是我們想到說啊，其實剛剛講到有關於是不是俄羅斯未來會向西擴張的部分啊？我們先看看，從那個1994年布達佩斯安全保證備忘錄完成之後，真正不斷東擴的是北約啊。那俄羅斯從來就沒有往西邊走過啊。所以其實現在有很多的智庫以及專家在講說，真正的攻擊性的這一個國際組織反而是北約。那俄羅斯還有這個底氣嗎？如果他有這個底氣的話，我們看看戰場上就好了。T-72的這種老舊的主戰車都被拉到第一線了，那代表什麼？代表他的所有的裝備幾乎都已經要進出了嘛。那至於說未來是什麼，我們就看現在了。我們看到這個庫皮揚斯克的部分了，庫皮揚斯克幾乎等於也要即將陷落。那當然大家就講說，小艦長，你講了1年多的紅軍城，對，紅軍城現在被圍了怎麼樣？紅軍城已經幾乎完全陷落，沒有陷落的只有一點點地區而已。那但是現在說要割地啊，那其實這個割地，其實這個問題回頭就要問澤倫斯基了。當初如果不打這場戰爭的话，你可能說這4州未來被割出去嗎？我們來看啊，盧甘斯克其實它已經全境都已經被打完了，可是頓內茨克沒有啊，頓內茨克只有打下了76%。